再来一款新玩具，放大版的红蜘蛛 MPM 的这个模具 T10，现在又出了这么一款新的版本。盒子的外包装和之前的一样啊，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了。我们拿下去吧，还是挺大的。这一回放大版的红蜘蛛采用的是赛新纹饰的涂装，真的好大呀！放在这个棚子里边几乎都快摆不下了。而且呢，全身这种亮闪闪的涂装啊，它是全件上的银漆，而且涂得很厚啊。所以呢，这一回在变形的时候，第一次变形的时候，一些卡扣的地方特别的紧，还有一些轴的地方吧。所以你第一次变形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揉着劲儿来，别造成了一些悲剧啊。因为还是那句话，涂漆涂得太厚了，导致了一些卡扣了、轴了什么的，你第一次掰的时候可能掰不到位。而且呢，这一款 MPM 的红蜘蛛模具，它变形起来最后密合的地方是很难受的，有很多的卡扣，再加上 KO 版改进了之后，它为了这一块密合的严实，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增加了许多新的维度咬合的卡扣。所以呢，这款红蜘蛛的稳定性很好啊，密合度也是强了不少，但就是把玩起来太紧了。所以呢，大家在变形的时候，最后密合飞机形态需要进行很多次的一个调整吧。还有因为进行了一些改模吧，所以这个位置和之前的版本是有些不太一样了。包括最后的人形 P 帘子的收纳的部分啊，也是有重新的改进的。很大的一个尺寸，我们还是把武器卸下来，一点一点的来变形吧。所以每一次在做这个红蜘蛛 MPM 模具的时候啊，这个棚子感觉压力就特别的大，因为它变形的时候需要完全的延展开，国红高史那种大开大合的设计风格。这一次呢，这个 T10又是一个放大版，所以你就要延展的更开了。咱一点一点的来吧。首先老规矩，还是先把这两个垂直尾翼先放下来，我们把它翻个个儿，后边这两个我就先放上去了。起了架，收起来，拆开腿部中间咬合的所有卡扣，很紧，这个地方咬的都很紧，齿轮关节也很紧。我一般的习惯是先把两条腿做出来吧，抠一下，然后把这个地方撬开，脚后跟撬开，脚丫子也是合金件。把中间所有的卡扣都解开。第一次变形的时候，这个轴一定要小心啊，它特别的紧。翻个个儿，把这块立起来，加上，嘿，哎，一定要把这里边所有的卡扣都咬死了，不然最后站立起来的稳定性是无法保证的。不过现在就这么紧的话，站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然后这个地方转动，可能是个例吧，手上的这个地方的关节转起来会非常的紧。其实这条腿还好啊，主要是这边紧。然后齿轮关节屈过来，好了，一条腿基本上差不多了。我们先不要90度转过来，腾开空间。你看这块转起来就松了很多啊。好吧，现在两条腿基本上就变完了。有个支撑的地方以后，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来解这架大飞机了。这个地方首先拆开很紧的两个卡扣，上边先拆松，下边这里呢绕开这些地方，注意从这个地方开始先分，把卡扣脱松掉，然后在这里增加的卡扣也给它脱开。这里还有侧面。好，卸开了，它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还有这个地方，都增加了卡扣来使它咬得更紧。所以当你拆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费力气的活，但是也要小心，注意一下卡扣的方向。好，我们拆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把这一块压下去，等于错开了它的缝隙。接着胸甲这里的两片零件，下方卡扣打松，我们就可以试着把胳膊掏出来，也是尝试性的，因为有很多的漆变形的时候也是绕着一点，不要被刮花了。胳膊下方这里其实还有两个卡扣卡在了小臂这里，直接又撇了。
Z 字折叠把它拉起来。好了，终于展开了，捅出来，捅的同时翅膀撩开。注意一下，这个下方也有卡扣的连接啊。这里这块插的还挺紧的，把这个卡扣打开，蝴蝶翅膀式的展开，然后这块直接的翻下来一个双段关节。哎呀 ，Z 字折叠提上来。现在先把这两个打开，后边的这一块小零件翻下来，一个装饰的造型。先不要密合吧，我们先把机头跟这么翻过来啊，翻转180度，把它扣到该有的位置上，然后折叠往回放这个裆部的位置，腿部可以收好了。好，捏回来，嘎嘣一声。接着再打开，把机头就可以放进去了，卡住。接着先把这里撬开吧，先把这里拉下来啊。左右这里还有两个连接的卡点，解锁开。好，头部。往起拉，下方这里的关节都拉开，这块盖子让过去，卡在外侧。换了一个方向，另外的一边也是，打开卡扣，双段折叠贴回去，手指翻开，调好。这个地方先打起来，然后把这里掰开。让这两个零件换一个方向过去，梯形的扣子立起来，前边的这块胸甲立起来。好，整理完这个过程，我们就开始最后的密合吧。首先把这两块插到下方，不要阻挡它。好，开它，定好这个地方的扣子。这一块放下来的时候，跟这个地方有一个梯形的滑槽，把它套进去，这里锁住的。肩膀窝下来，然后这个地方扭动一下。最后来整理背包，先把这个起落架折一个90度，卡扣卡住，然后这里又进行一个卡扣的结合，锁住。下方这里这两块板件左右咬合锁上。而改动的屁帘子呢，其实现在就可以跟这么贴上来了，折一个90度吧，这个尖尖可以往起撸一点，别挡到。你这样从前面看的话，它就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屁帘子效果了。当然，最后还是要调整一下翅膀的。首先把这两个小尾翼立起来，然后把这两个涡轮、引擎八字打开，蝴蝶翅膀的位置。这两块的造型件上下分离，这个是软胶的，然后把这块金翼折回去。好了，最后整理完毕这一款放大版的 T10的赛星纹涂装的红蜘蛛变形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可以说改动的这些东西在之前的一个配色版本里边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嘛，有一些细节改动的还是不错的。首先就是人形时候这个屁帘子完全给你改掉了，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好像我有听说之前在这个胳膊上边有增加一个关节啊，这个具体倒是忘了，回头我再看一看吧。但就目前来看呢，这个赛星纹的涂装应该是比之前的一些版本涂装更好看的吧。反正我觉得喜欢赛星纹涂装的这个红蜘蛛版本的朋友们也是有很多的。同时这回赛星纹涂装的红蜘蛛和之前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头终于和身体的颜色统一了。之前我记得那个大比例的版本头会涂一个特别银的配色，反而身上是那种稍微灰一点的感觉，所以感觉那个脑袋很突兀啊。但是赛星纹就不存在这个效果了，整体的感觉颜色都是很搭调的，而且身上的这个赛星纹涂的也是挺细致的。背后来看，作为更改以后的一些处理效果，首先还是屁帘子收起来，这两块把它立好。整体来说吧 ，MPM 红蜘蛛这个模具的底子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这种大开大合变形，又导致了红蜘蛛身上的一些细节的还原，而且呢，在第四方的一些改进之下呢，把原先官方成本控制下没有做得很好的一些点，又给你稍微的改了一点点。但很多朋友还是会说，这个在飞机形态下底盘上挂载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如果说第四方再改的话，只有2种办法。一个加一个特别大的盖子，把它完全的遮起来，那这样的话机腹部会显得更厚更累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做第三方吧，完全重新设计。所以呢，这个是根源的问题啊，这个飞机下边就实在是没法改了。但目前来说嘛，你也找不出再好的电影红蜘蛛了，基本上 MPM 到现在为止也算是到头了吧。反正迈克尔贝制造了这么一个造型的红蜘蛛啊，我个人来说是到如今都无法接受的。我印象中的红蜘蛛，它虽然奸诈，但是它不丑，它最起码像个人样。这回的这个怪物的感觉呢，反正我相信有不少玩家应该和我一样，当然这里边也不乏从小看电影长大已经习惯了这种设定，或者觉得霸天虎就应该是怪物，他们是反叛是邪恶的嘛。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理解方面嘛就见仁见智了。但就还原度来说啊，无论迈克尔贝给他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但是国红高史也是用完全实体化在 MPM 上边实现了出来这款红蜘蛛的一个很优化的解决方案。第四方放大了以后呢，再加上了一些精涂装，再加上一些细致的改动，导致了这款红蜘蛛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好吧，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